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。10多年前，学姐跟我说，有一种丧尸黄蜂，要是被它扎一针，你会中蛊，变成一个专门为它喂养幼虫的血肉机器。直到有一天，幼虫从你身体当中破壳而出，你体内的毒素会慢慢消失。不久以后，你会从丧尸状态当中恢复过来，继续像往常一样生活。只不过这段丧失记忆会消失，你永远不会再记起这场噩梦。自然界中真的有这么魔幻的事情吗？原来这一切都是真的。这一类黄蜂叫做寄生蜂。科学家说，上亿年以前，它们的身体很大，理论上可以感染和人类差不多大小的脊椎动物，但现在它们变得很小，只能感染少数几种特定的动物，人类并不在感染范围之内。正当我松了一口气，学姐又说人类也被感染了，我们可能也是某种动物的傀儡。今天我就把这个鬼故事分享给大家。时间回到1802年，一位老神父正在观察一只瓢虫，他叫冯史兰克，日耳曼贵族。他发现这只瓢虫行为诡异，趴着不动，不吃也不喝，就像中邪了一样，但又非常的警惕。仔细观察了，瓢虫的身体下面有一个淡黄色的茧，瓢虫并不产茧，所以这一定不是瓢虫的后代。那会是它的食物吗？是因为吃了这个茧，瓢虫才中邪的吗？史兰克决定继续观察，弄明白这些问题。几个月以后，史兰克在笔记上写下第2155号瓢虫杀手，深黑色，绿眼睛，头、前腿、尾刺处淡棕色，他是茧的主人，尾巴后面的毒针暴露了他的身份，他应该是某种寄生蜂。他的个头非常小，就连瓢虫都比他大1号，但他非常凶猛，攻击的时候会强行把毒针插入瓢虫的腹部，释放未知毒素。中毒5天以后，瓢虫一切正常。到了第10天，瓢虫开始狂躁，解剖瓢虫，史兰克发现它体内竟然有一只幼虫，正在啃食瓢虫的内脏。第13天，狂躁的瓢虫恢复正常，开始不停地吃东西。第20天，一只大虫蛹从瓢虫的尾巴后面钻了出来。第21天，大虫蛹在瓢虫的腹部结成了茧。之后的5天，瓢虫行为诡异，不吃也不喝，警惕地保护着身体下面的那个虫卵。第26天，一只新的寄生蜂从茧里面飞了出来，离开瓢虫。第27天，瓢虫还有生命迹象，重新开始吃东西。第35天，瓢虫彻底恢复正常。解剖恢复正常的瓢虫，史兰克发现它的内脏已经被啃得七零八落，但恰恰每一口都不致命。太神奇了，寄生蜂是怎么做到的？既让它的幼虫啃食血肉，又不至于把瓢虫啃死，还能用毒素控制瓢虫来保护幼虫。进一步研究，史兰克又发现了一个诡异的现象，所有的寄生蜂竟然全部是雌性，为什么没有雄性呢？史兰克留下了这2个问题，200多年来没有一个人能够答得上来。直到2015年，科学家们才勉强给出了答案。我们接着看。原来寄生蜂释放的毒素是病毒，生物学家们都要疯了。见过蛇用碱性肽制造剧毒，见过蜘蛛用神经物质制造毒素，也见过细菌制造复杂的生化毒素，但是直接用病毒来当毒素，这个技术连人类都没有完全掌握啊。研究这种病毒，他们发现这是一种原始的 RNA 病毒，感染初期它会潜伏麻痹神经，第15天它会准时的在大脑爆发，开始控制中枢神经，然后变成一个会保护虫茧的丧尸。第25天以后，也恰恰是新的寄生蜂破茧飞走的那一天，病毒也恰好和免疫系统达成和解，瓢虫重新夺回了身体的控制权。病毒发作早了，瓢虫就跑了，茧就失去了保护；发作晚了，瓢虫就死了，茧一样得不到保护。这么高超的生物技术，连人类都还无法掌握，那寄生蜂究竟是如何靠进化学会的了？这个问题无法回答，科学家们只能绕过它，继续回答史兰克留下的第2个问题。原来它们的雄性极其罕见，它们采用的是孤雌生殖，也就是克隆自己。你想到了什么？科幻电影里的纳米机械虫？没错，它们的生殖模式和纳米机械虫一样，啃食金属，复制自己。只不过它们啃食的不是金属，而是血肉。啃食之前需要先用病毒制造丧尸，
啃食的过程中还要保证宿主不死，这太难了，感觉达尔文的棺材板都快按不住了。于是科学家们提出了一个新问题，这一切会不会是人类想多了？瓢虫并没有保护虫茧，这一切只不过是大自然的巧合而已。然后科学家又设计了一个实验，如果瓢虫与虫茧之间不存在保护关系，那么单独虫茧、死瓢虫加虫茧和丧尸瓢虫加虫茧这3组对照当中，虫茧的存活概率应该差异不大。结果是单独虫茧被吃的概率是 99%， 死瓢虫加虫茧是 85%， 而丧尸瓢虫加虫茧被吃的概率只有 35%。 这一切竟然不是巧合。接着各种各样的寄生蜂被发现，它们进化出来的丧尸技术让人惊掉了下巴。这种寄生蜂会挑选幼年的毛毛虫下手，先在它的肚子上扎一针，释放毒素和虫卵。接下来的几个星期，毛毛虫会很正常，一点一点的长大。你会看到它的皮肤下面似乎有很多小嘴巴正在啃食着什么。5天以后，数十条幼虫从毛毛虫的体内钻出来，接着幼虫结成10几个茧，毛毛虫也变成了一个母亲，自己再吐一层丝，加强对虫茧的保护。直到毛毛虫尸尽人亡的那一天，数十只新的寄生蜂破茧而出，去寻找它们的新猎物。这种寄生蜂专门感染蜘蛛，被感染的蜘蛛背后会长出一个大虫卵，这个虫卵靠吸食蜘蛛的血液来生存。蜘蛛的免疫力很强，如果不出意外，这颗虫卵会很快的化脓穿孔，被免疫系统杀死。但是这一次幼虫改变了控制丧尸蜘蛛的策略。首先，它会控制蜘蛛织出一张特殊的网，正常的蜘蛛网都是辐射状的，丧尸蜘蛛的网是条状的，完全是为了承重。在这个承重网织好后，幼虫会迅速的把蜘蛛吸干，然后把干枯的蜘蛛赶紧从网上踢下去。接着幼虫会在蜘蛛网上面自己再织一个茧。吃茧的飞虫一般都很害怕蜘蛛网，于是茧里的幼虫就靠蜘蛛网的掩护慢慢孵化。有时候它还会吐出一根直达地面的丝，以防万一蜘蛛网破裂的时候自己能够安全着陆。这些寄生蜂太神奇了，它们还有一个表弟，制造丧尸的技术更加的夸张。我们继续看。时间回到2014年，一群生物学家进入世界上最凶险的地方金三角。这里除了有彪悍的反政府武装，还有很多未知生物，长牙的蝙蝠、半人高的竹节虫等等等等的新物种都是在这里发现的。这次的探险小队会有新的发现吗？这天，队长来到了一个泰国的小集镇，他突然发现了一种从来没有见过的黄蜂，于是他和队员们跟踪这种黄蜂，果然在后山发现了他们的巢穴。这种黄蜂很好看，它全身都是翡翠一样的颜色，个头不大。继续观察它们的生活习性，原来这个小家伙竟然也是一种寄生蜂，它们正在制造丧尸。丧尸的原料竟然是地球上适应能力最强的生物——蟑螂。他们先在蟑螂的胸口扎一针，蟑螂会立刻被麻痹。这个时候，黄蜂再来到蟑螂的头部，找准一个特殊的位置，再扎上一针。接着，它的运动神经被毒素接管。现在，蟑螂变成了一具任由黄蜂摆布的丧尸。黄蜂牵着蟑螂的头，让蟑螂自己爬回黄蜂的巢穴。队长观察到，如果黄蜂只是用一针把蟑螂彻底麻痹，那么以他的小体格是绝对不可能搬动这么大的蟑螂的。但如果再用第2针把蟑螂变成丧尸，这样就可以用赶尸的方法来搬运，实在是高明。然后黄蜂会从洞穴当中出来，还特意的把洞口掩盖起来。接下来的15天当中，蟑螂并不会死，它只是无法动弹。蟑螂不需要捕食，也不需要大量的氧气，因为它本身就有15天不吃不喝的能力。现在它的这种能力被利用了，用来让它变成一台丧尸冰箱，保鲜自己的血肉。这15天当中，黄蜂的幼虫会在它体内孵化，然后一只新的黄蜂钻出了蟑螂的身体，去寻找下一只蟑螂。回到德国以后，队长立刻把这个新发现发表了出来。后来经过投票，大家一致认为这个黄蜂应该被命名为摄魂怪黄蜂。这是一个哈利波特小说当中的词汇，
在小说里，摄魂怪是栖息在最肮脏魔法里面的怪物，以人类的灵魂为食。真的非常幸运，这些会制造丧尸的寄生蜂目前没有一种会袭击人类。也许大自然还没有对人类痛下杀手，或者我们已经中蛊了呢？我们接着看。在捷克的一个野外实验场当中，一只老鼠显得无所畏惧，它的大脑已经被一种寄生虫所感染。老鼠跟着一种特殊的味道前进，而这个味道正是猫的尿液。寄生虫让它勇敢地把自己送到猫的嘴边。这不是故事，而是客观的实验现象。这个寄生虫正是大名鼎鼎的弓形虫。猫是弓形虫的最终宿主，也就是说，猫和上面那些丧尸黄蜂一样，也会制造丧尸。只不过猫的武器不是病毒，而是弓形虫。22年前，一个叫做弗兰格的捷克生物怪咖做了上面这个实验，他还提出了弓形虫可以改变宿主行为的学说，然后这个学说成了21世纪最具争议的生物话题。因为全球目前有30%到50%的人类都已经感染了弓形虫，在某些国家感染比例甚至高达95%，就连法国也有80%的感染率。甚至有科学家调侃说，法国人勇于革命、充满浪漫的民族性格，没准就来源于弓形虫。如果证实了弗兰格的学说，那么全人类都是猫奴，这件事儿也就实锤了。人类没有驯化猫，而是猫驯化了人类。最要命的是，弓形虫一旦感染，无法根除，它会感染到你的每一个器官、每一寸肌肉当中，就连大脑也不例外，而且还没有任何症状，就像前面那只被刚刚炸过的瓢虫一样。弗兰格认为，全球每年至少有100万起交通事故是由弓形虫引起的。他还相信自杀和精神分裂也和弓形虫有极大的关系。感染弓形虫以后，还会出现记忆衰退、注意力不集中、反应速度变慢等等慢性症状。男人感染弓形虫以后会变得大胆冒失，女人感染以后则会变得温柔可爱。但无论男女都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，那就是变得爱猫。这一切也许正是弓形虫在驱使你，让你把自己变成猫科动物的口粮。科学家普遍认为，弓形虫是已知进化最成功的物种之一，因为它们几乎已经感染了所有的温血动物，包括哺乳动物、鸟类和部分蜥蜴，而弓形虫在这些动物体内都没有明显症状，也不会繁殖，而是在短暂的分裂增殖以后进入一种休眠状态，隐藏到这些动物的肌肉和大脑当中。比如土壤里有弓形虫，一头牛吃草的时候吃到了带弓形虫的土壤，那么牛就会感染上弓形虫。你吃了没有煮熟的牛肉，那么你也会感染弓形虫。弓形虫就在动物当中一个一个的这样传播，直到最终你被一个凶猛的猫科动物吃掉，弓形虫才会在猫科动物的体内开始繁殖，最后通过猫的粪便进入土壤，进入下一个循环。弓形虫和猫究竟在预谋一个什么样的秘密计划呢？也许他们正在悄悄地等待某个信号来引爆所有动物体内的弓形虫，然后他们会用一条弓形虫来取代我们的灵魂，把全人类甚至整个恒温动物界都变成他们的丧尸，创造一个属于猫的新纪元。不行了，太恐怖了，还是分享一点轻松的话题。2014年，第一只蟑螂寄生蜂是在一位泰国老板的药酒当中发现的。所以无毒的是食材，有毒的还可以是药材嘛？担心那么多干什么了？猫照撸，狗照遛，丧尸也能泡一泡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最后夫人说，你这个丧尸泡酒口味实在太重了。